第10號模組是不是第40個？是不是？一個模組4個，那10個模組就是那就可以走到第40個，第40號單体，對不对？那是不是第13號模組？对不对？你就记住了，怎麼去算？我來告訴你，50除以4嘛，是不是12.5？就是12.5。对。是不是相當於12個半？那就在第13號模組，對不對？第13的第2個。第13號模組的第2個單體，是哈不是？對。這是不是快速就找到了？這直接把電池包這樣一數，1號模組、2號模組、3號、4號、5號、6號、7號、8號、9號、10號、11、12、13，哎，數到13了，把這個模組打開，量一下這個電壓，是不是？前面的都是3.4，哎，第2個是3.6，是不是？這個單體一下就找到了。能聽懂不？能不能聽懂？老師50哪兒來的？50從我手裡面來的。50哪兒來的？他問50從哪兒來的？誰問的？我看誰問的？他問50從哪兒來的？50從我手裡面來的。50從哪兒來的？你問這個50從哪兒來的？我的個天哪！50從哪兒來的？我想一下怎麼解釋這個話啊。讓老師給你好好想一下，50從哪來的？是這麼回事啊？50呢從哪來的？50解碼器上面顯示50，它也是因為它有採樣線嘛，它不是有採樣線嘛？这上面不是有採樣線嘛？也就是說你這個1號單體電壓會傳到電腦裡面去，2號也會傳到，3號也會傳到，4號也會傳到。你這第幾號單體導線？你這個採樣線會把信號給到電腦嗎？電腦再經過看線發送給解碼器嗎？解碼器上面就能讀到你每一號單體的電壓是多少伏嘛？就50號怎麼來的？是採樣，是你這個單體上面的電壓會發送有線嘛？這個線把這個電壓傳給這個電腦嘛？這個到後面會講。你問那個50號單體怎麼來的？好不好？連接完了沒有？啊，快了是吧？咱們來看一下，那接下來的話，咱們今天晚上的主要目的就是什麼呢？數模組、數單體、數溫度，以及內部高壓電，明白了嗎？內部高壓電，整個電池包高壓電怎麼形成的？要一步一步來，一步一個腳印慢慢來學。剛才我給大家講了，剛才數模組、數溫度、數單體，有沒有毛病？沒毛病就扣66。怎麼放電？怎麼放電？後面會講怎麼放電。你不要問到前面去了。咱們後面怎麼均衡？怎麼放電？铜板是怎麼回事？我都会講。你今天晚上的主要目的就是高壓它怎麼形成的，模組我怎麼去數，單體我怎麼去數，溫度我怎麼去數，好吧？首先呢，請大家記住了，他們為什麼不戴手套呢？其實原因很簡单。第一，咱们可以单手操作，你不要一個手摸外殼，我一個手摸外殼，我一個手摸高壓，那就廢了，聽到沒有？老師問一個問題，聽到沒有？你單手操作就問題不大，因為你說，假如說這不是主正主負嗎？假如主負在這兒，主正在這兒，不摸主正，不摸着主負和導的電，會不會也導電？不行，會導電嗎？不行，對。我給電主正主負記住了，請大家記住了。首先呢，現在咱們的模組是不是高壓根本就沒形成的？它沒有連接呀，它戴什麼絕缘手套呢？你整個電池包現在頂多分一半，一半是150，這邊是150伏，150伏對人體來講的話會有點電，但問題不大啊，能承受得了。但是幹嘛呢？你看到沒有？他們在操作的時候幹嘛呢？单手操作，就是你上这個連接線的話，你單手操作就行了，听到沒有？怎麼會有電呢？中間這塊也沒有連接，就是這塊還沒有連接呢。過來這塊也沒有連接，是不是就那幾個電池？聽到沒有？就那幾個電池，聽到沒有？單手操作嘛，不用戴絕缘手套啊，知道不？手套不屬於基本防護，手套不屬於基本防護。但是呢，你最好就戴絕缘手套。它沒戴的話，是因為高壓現在還沒有連接好呢，後面還有一些連接片沒有裝。你看到沒有？這塊這個連接片裝了沒有？都沒有裝。
没有裝的话，相当於都是20幾伏、30幾伏，你說怎麼能電你呢？連接片一裝，你讓他們試一下，讓他們那樣裝，他們都不敢那樣裝了，知道了嗎？所以說他們剛才操作為什麼呢？你看到沒有？這塊連接片是沒裝，這塊是不是也沒裝嘛？那邊裝了沒？裝，那邊裝了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就問題不大，這個問題不大。這幾個連接片都沒裝，電池都分了幾百伏的電池都分成了3、4份了，是不是？沒事了啊，那個沒事了，聽到不？所以說你們在拆卸一些電池的時候幹嘛呢？咱們要幹嘛呢？多段連接片，是啊还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要拆哪個東西的時候，我多段連接片，我戴上绝缘手套去拆連接片嘛，把维修開關一拔，把連接片多拆一些連接片，讓它幹嘛呢？不要形成高壓，對吧？你串起來它就形成高壓了，我要讓你不要串起來，是不是就不形成高压了？你去动它，去修它，連绝缘手套都不用戴。对哈，现在这个电池包在你眼里面去看它的话，不复杂了，对不对？马上装好啊！好了。咱们继續啊，繼續往下講。那咱們剛才呢，把這一點聽明白了，接下來我給你們講一個下一個知識點，好吧？下一個知識點。有點麻煩。來，把這個模組拿過來。往下繼續聊。人體能承受的電壓只有36伏，人體承受的不是電壓，而是電流，明白了嗎？人體承受的是電流，不是電壓，明白了嗎？來，燈打過來，是電流，不是電壓，聽到沒有？因為電流要經過人體，知道嗎？是電流，不是電壓。接下來咱們打下一個溫度，大家注意看溫度。電池，咱們的模組上面都有溫度傳感器，知道嗎？打溫度，溫度採樣。首先呢，我來給大家解釋一下，把畫板都拿過來，溫度採樣，新能源溫度採樣的故障率是比較高的，維修率也是比較高的。新能源混動，說溫度採樣，首先呢，很多人對採樣這兩個字呢不是很理解，我不僅僅要給你們講。不僅要給你們講技術，還要給你們上一下這個小學的一些課啊。採樣是什麼東西呢？採樣量體溫量過沒有？是不是量體溫的時候，咱們量體溫的時候，在胳肢窩裡面夾一個體溫表，對不對？然後呢，就看你有沒有發燒。那它這個過程就是採樣，知道嗎？採集你身體的溫度，就是測量你胳肢窩裡面你這個溫度，就可以知道你整體的溫度，你身體整體的溫度，能理解嗎？所以這叫採樣，採集樣本。再舉個例子吧，咱們做個核酸，大家都做過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做個核酸都做過，是不是？去排隊，是不是？然後呢，口張開就這麼一，是不是？或者拿一個這麼長一個棉籤塞到鼻子裡面，然後呢回去化驗，你身體有沒有病毒，是不是？是那麼回事吧？那個叫採樣，採集一點點就知道整個部分怎麼樣。明白了沒有？所以溫度採樣也是一樣的。那麼把這個講明白了，咱們就學它就好理解了。也就是說，溫度採樣，對，採集樣本。也就是說，看這塊，這個是咱們的溫度傳感器，它的採樣。溫度傳感器它放到這個位置，它就可以知道你整個，比如說我放兩個，一個放這兒，一個放這兒，對不對？我就可以知道你整個模組的溫度大概是多少。所以說，有的同學說，溫度傳感器放在這兒是檢測這一個的嗎？不是，它是檢測這個範圍的溫度，明白了嗎？這個溫度傳感器也是檢測這個範圍的溫度，聽明白了嗎？就跟水溫傳感器一樣，你的水果上面放一個水溫傳感器，它就可以檢測整個水道的溫度怎麼樣，是不是？為了檢測更加精準，我在水箱再放一個我在缸蓋的水道上面放一個溫度傳感器，我在水槍上面再放一個溫度傳感器，我是不是整體的節溫器有沒有打開，溫度循環到怎麼樣？我多放幾個溫度傳感器，整體的水道每一個溫度環節我都知道。所以它放了兩個溫度傳感器，
监測電池包溫度過高的一個問題。如果電池包溫度過高，它就會立馬下高壓，或者會限速。明白了嗎？溫度為什麼高的？這等一下咱們要說，是不是？所以這個叫溫度傳感器，監測模組的溫度。電池對溫度的是極其敏感的，電池對溫度是極其敏感的。那也就是說，咱們這個溫度傳感器壞了，難道我一定要放在這兒嗎？我是不是這個溫度傳感器我也可以放在這兒？是还是？因為你檢測是區域溫度，這一片的溫度，而不是這一個點的溫度，聽懂了嗎？所以說，當溫度傳感器壞了，你說老師我壞了，我怎麼辦呢？壞了，我要換一個溫度傳感器，難道我還是放在這兒嗎？你也可以放在這兒，那我能不能放到別的地方呢？可以的，明白了嗎？只是放在這兒固定了一下。所以说你懂了，老師前面给你講那個採樣，它是採集部分區域的溫度。那也就是說，我在了解了這句話之後呢，我再去修的時候，我在更換的時候，我就沒必要說是它從哪兒壞了我就放哪兒，我也可以放在旁邊這個位置。聽懂了嗎？所以說溫度傳感器怎麼檢測好壞呢？其實很簡單。溫度傳感器的檢測方法其實很簡单，記住了啊！溫度傳感器就是你不用去量它的電壓，同志們聽到了沒有？啊，你說我温度传感器、水温传感器，我要量它的電壓，不用，你在這個位置去量它的組織就可以了。溫度傳感器量組織，溫度傳感器量組織，溫度傳感器量組織。記住這塊有個組織檔，電阻檔。這個電阻檔的話，我來給大家來聊一聊。既然聊到這兒了，给大家聊一下這個電阻，好吧？聊聊這個電阻。打在這個電阻檔位上面，這塊有一個20K 的一個電阻檔，20K 的一個電阻檔。然後呢，咱們去量它，測量它。溫度傳感器2根線，測量它。測量阻值為8.2千歐姆，注意看着啊，8.3下面是 K。K 是1000歐姆，听到没 ？K 是1000歐姆，明白嗎 ？K 是1000歐姆。什麼叫1000歐姆呢？什麼叫歐姆呢？電阻是阻礙電流的，啊，電阻是阻礙電流的，明白嗎？就舉個例子吧，河流當中你扔一個石頭塊，它是不是阻礙了水流？這個叫1歐姆。我扔10個石頭塊叫10歐姆，我扔100個石頭塊叫100歐姆。我扔1000個石頭塊叫1000歐姆，所以說1000歐姆的阻值是比較大的。所以這個位置呢，你看到沒？要看它的單位 K， 你看这長得跟耳機似的，長得跟耳機似的。實際上呢，歐姆是人的名字，因為他發現的，所以呢以它命名，所以叫歐姆，明白嗎？以它命名的。歐姆這個檔位呢，就相當於我這個電流在這走呢，你突然你繞了一下，這樣我電流從這噠噠噠噠從這走，你突然繞了一下之後呢，就有阻礙性了。所以說它用這種符號，象形符號，像一個阻礙電流的一個符號，所以叫象形符號，明白了沒有？所以说，哎，它長這個樣子，這個是1000，是它的單位，這個是它的這個是幹嘛呢？它象形符號。歐姆，所以說幹嘛呢？前面如果是8.3千歐姆，明白了沒有？听到嗎？如果說是沒有這個 K， 那就是8.3歐姆，明白嗎？8.3歐姆都可以，听到嗎？來繼續看啊。所以說這個時候幹嘛呢？那也就是說，請大家記住了。那有人問了，那老師，那溫度傳感器這打上一句話叫對比法，接下來使用對比法。接下来，那有人說了，老師每一款溫度傳感器都不一樣，記住，每一個電池包它裡面的溫度都是一樣的，明白了嗎？它不可能說是我生產這個電池包，這個溫度是這樣的，那個溫度是那樣的，那是不可能的，聽到沒有？那是不可能的，大家聽到沒有？有沒有聽到？那是不可能的，溫度傳感器都一樣。採用對比法，什麼叫對比法？就跟你4個缸的喷油器一樣，
你4个缸的喷油器，对不对？这4个缸的喷油器，这4个缸喷油器，1缸喷油器10欧姆，2缸喷油器它应该也是10欧姆，3缸喷油器它应该也是10欧姆，因为它既然采用的是多路复用，它们的部件都是一样的，工作原理是一样的，工作原理是一样的，组织是一样的，咱们就可以采用对比法，是不是？我对比一下你们之间的组织都是多少，这种方法叫做对比法，掌握这个对比法，明白了吗？就给你举个例子吧，我现在有个 VVT， 我这个什么呢？我这个汽油车有可变正时，是吧？汽油车有可变正时，那么可变正时的话，有2个电磁阀，这2个电磁阀的组织应该是一样的，大差不差，差不了多少，差的太多就坏了。所以你是不是这2个电磁阀可以做对比？那电池包里面的温度呢？一个模组有2个温度传感器，它有几十个，那岂不是几十个組織都是一樣的？比如說這個是8.3千歐姆，那這個也應該是8.3千歐姆，8.2也問題不大。這個是8.4千歐姆，這個是8.3千歐姆，是不是就大差不差，在左右一點點問題不大？相差太大了不行。呀8.3，聽懂了嗎？溫度的組織你不要去問我老師這個溫度組織多少，因為你當下這個溫度，因為它的溫度變化，就是你電池包的溫度變化，它的組織會發生變化。聽到沒有？聽到沒有？咱們來看一下，誰有打火機？打火機給我啊！我大概給你們總結一下啊。打火機，咱們接下來呢，來你幫老師扶一下。就這樣把表扶一下，對。然後呢，咱們去量這個溫度傳感器。如果不一樣就壞了，有人說不一樣怎麼辦？不一樣就壞了，不一樣這個車肯定會報故障電碼，溫度就異常了。現在是8.3千歐姆，對不對？這個溫度傳感器，溫度傳感器8.3千歐姆。我現在打火機給它點一下。連接好了沒？一個老師扶一下，這個這樣扶一下，是8.3千歐姆，對不對？能看得到不？能看得到不？不要反光啊！你看到沒有？溫度越高，組織越小。看到沒有？5點幾千歐姆了。我再給它點，它能到幾十歐姆。溫度越高，組織越小，跟水溫傳感器是一樣的，跟什麼環境溫度傳感器、水溫傳感器、室內溫度傳感器都一樣的。有沒有看到？說溫度越高，組織越小，是還不是？哎，也就是說你在對比的時候，在什麼時候對比？在我們都是常溫情況下，就你把這個模組拆下來，我也沒給它加熱過，我現在就在同一環境的情況下，我去測量它的對比法。剛才咱們測這個是8.3千歐姆，咱們接下來測另外一個，你們覺得另外一個組織應該是多少？這個，你們覺得這個溫度傳感器組織應該是多少？2根線的啊，2根線的溫度傳感器，這個也是溫度傳感器，那你們覺得這個應該是多少？8.2千歐姆，有沒有問題？沒事，有沒有問題啊？是不是一樣？大家打上一句話，整包的溫度組織基本一致，這句話比較重要啊。整包的溫度傳感器組織基本一致。打上。電池上面沒有那種很薄的排線，那個排線我等下會講。你先把這個先聽明白了。整包的溫度基本一致。聽到沒有？有沒有聽到？整包的溫度基本一致，整包的，你整個包有30個溫度傳感器，30個溫度傳感器組織基本上差不多一樣的，差不多一樣。聽到沒有？這個是溫度傳感器長這個樣子，是還不是？有沒有聽到？你不要相差太多了啊！你相差個1-2千歐姆、2-3千歐姆肯定是不行的。